你卖15块一斤，还好意思说便宜？钱我可以全退，但是肉1块都不能少。我亏本把49块钱一斤的黑土猪肉15块钱一斤卖给大家。大年29，邻居刘婶带着一群人围堵我，说我赚乡亲们的黑心钱。众人提着买回去的猪肉，要求我退差价。我说钱可以全额退，但是肉都得给我含回来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能不能买到比我家质量好还便宜的过年猪。我家养的黑土猪专门供给市里的肉场，平时根本不零卖，但为了让不富裕的乡亲们过年能吃点好肉，我每年过年都会亏本把黑土猪肉卖给村里人。今年年关将近，大家都从我家买了肉，称重时我还给每个乡亲多割了2-3斤。可大年29早上，邻居刘婶突然带了一群人闯进我家院子，要求退货。大家手里的肉早已经不完整了，有的腌在盆里，有的包成了饺子，还有人端着煮好的饺子、炖好的肉过来。我刚走出屋门，就见刘婶叫嚷起来：“七月，你不是说你家猪肉便宜卖给我们吗？我上午去镇上打听了，猪肉最便宜的才7块钱一斤，你卖多少钱？15块钱一斤啊，比人家足足贵了1倍多。”刘婶儿，今年猪肉整体都贵，您可以再去打听打听。普通猪肉都16块钱一斤了，而且我这还是黑土猪，市场价都要40多一斤，我这个价格卖给大家已经亏很多钱了。没想到刘婶依旧不依不饶。我早上看见王麻子肉铺卖的猪肉才7块钱一斤。王麻子肉铺出了名的卫生不合格，也向来短斤缺粮，我自然清楚。说着，刘婶突然开始大倒苦水：“你们瞧瞧这手，裂得像树皮，血疤都是一层层的。大冬天天还没亮就下地，风里雪里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赚点钱容易吗？”大家伙的情绪一下子被带动起来，人群逐渐躁动，有人喊着：“不吭声就等于默认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”别再拖了，逼得太狠了，咱就一条心，是谁的错就得给个交代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反问：“刘婶儿，您这样说就太冤枉人了。那您说说，王麻子肉铺卖的是什么样的猪肉？也是黑土猪吗？”我早调查过王麻子肉铺，确实有7块钱一斤的猪肉，但那肉已经轻微发臭，根本不能吃。7块钱一斤只是他揽客的噱头，没人会真的买发臭的肉。他家正常的普通猪肉要16块一斤，黑猪肉更是要50块一斤。刘婶被问得无言以对，旁边的李婶立刻站出来，满脸愤愤不平：“七月，别管是什么猪肉，人家买的就是比你家的便宜。对，你当初卖给乡亲们的时候，可是保证猪肉价格比普通猪肉还便宜。这么多年大家信你，都买你家的猪肉，合着你在中间赚那么多差价，不知道赚了乡亲们多少不合适的钱。”刘婶平时独自在家，我因为常回来看父亲，一有时间就去陪他聊天，还经常给他送肉，每次炖了猪肉包了饺子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。他身体不舒服，永远指望不上在外的孩子，都是我开车陪他去看病。可我没想到他竟会召集全村人来围攻我。难怪猪场的规模越来越大，合着全是占乡亲们的便宜，赚不合适的钱。看着往日和蔼可亲的乡亲，此刻一个个满脸冷漠，满心算计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我说句话，我只觉得可笑。我卖给肉场一斤猪肉49块，卖给大家才15块，他们吃的时候一个个满脸笑容，现在竟凭一个临时的坏肉招牌来找我问罪。我拧紧眉毛问：“那大家现在想怎么办？”听到我的话，人群突然安静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李婶第一个开口：“把差价退给我们。”李婶家条件不好，几年前盖房子请不起工人，只能老两口自己砌砖盖房。我父亲看他们不容易，请了好几个兄弟帮衬，为此还欠下不少人情，花了很多钱。刚盖好房子时，李婶对我家感激不尽，现在却对我满眼仇恨。看着他恶狠狠的眼神，我知道父亲真的是帮错人了。对，把差价退给大家，乡亲们吃点亏就吃点亏。好，钱我会退，全款退给大家。一听到这话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惊喜。李婶不可置信地问：“你是说真的？”“当然是真的。”人群立刻往院里挤，有人喊着：“我家买了30斤，是450元。”还有人说买了50斤，场面乱糟糟的。我喊住大家：“大家别挤，钱可以退，但是猪肉都得给我还回来。”听到这话，人群瞬间安静了。有人反驳：“我们都吃了，怎么还回来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不想退差价，还编个理由。”姑娘太歹毒了，心思太重。我伸出手掌使劲拍了2下，让大家安静。我知道大家都包饺子炖菜了，没关系，无论是饺子炖肉还是腌肉，都退回来，有多少算多少。我把当初收的钱全退给大家。现在都大年29了，还要上哪儿去买肉？每个人都一脸不情愿，因为他们其实都清楚，把肉退给我，就再也买不到比这更好的猪肉了。只是现在有带头的人不好罢手。七月，这都大年29了，你让乡亲们过年都没肉吃吗？刘婶儿，您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怎么会没肉呢？您不刚说王麻子家猪肉便宜吗？我记得他家年30还开着。镇上一般腊月28就不再出摊卖肉了，但王麻子家的猪肉平时卖不出去，就靠年底有人家猪肉不够，去他家买肉挣点钱。退就退。乡亲们，我去看过了，王麻子家的猪肉便宜，成色还好，看起来就很新鲜。
咱们把猪肉退给他，去王麻子肉铺买。要是继续让他赚这种黑心钱，不知道后面还要怎么坑我们。我们都听刘婶的。行，那大家都回去取肉吧，一会儿拿着肉来找我退钱。人群散去，再来的时候，每个人拿的猪肉都比买的时候少了10来斤。我不傻，自然看得明明白白。刘婶儿，我记得你买了30斤吧，现在只剩10斤了，这才买了5、6天啊。我儿子不是回来了吗？吃的多。不是吧？我记得您家之前每次买过年肉都能吃到来年开春，怎么偏偏今年就吃的多了？因为刘婶的磨蹭，后面排队的人渐渐不乐意了。刘婶儿，你就快点全拿出来吧。是啊，大家都在这排队这么久了，累得慌。在众人的催促下，刘婶只好回去，把剩下的饺子还有腌肉都拿了过来，整整1大缸腌肉。这么多腌肉还有饺子，给你放哪儿？正好有3个大缸，1缸装肉菜，1缸装饺子，1缸装腌肉，生肉就直接放架子上。随后我一边记账退款，一边称重收肉。父亲刚从外面买了春联回来，一进院子就惊呆了。月儿，这是咋了？爸，乡亲们说我卖给他们的猪肉贵，骗他们的钱，现在我给大家伙全额退款。都这时候了，让大家伙去哪儿买肉去？父亲心肠软，却不知道他女儿刚刚被骂得有多难听。我安慰他，爸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刘婶能带大家买到肉。齐老哥，不是我们故意找事儿，是刘婶去镇子上看到王麻子家1斤猪肉才卖7块钱，7月却卖15块钱1斤，这不是赚大家伙的黑心钱吗？王麻子是什么人？他家的肉是什么样？父亲心里一清二楚。这群乡亲拿王麻子家的肉比价，摆明了是看我们家平时好说话，故意找事。父亲摇了摇头，冲我说：“退就退了吧。”经过这么一闹，村里1半人家的猪肉都退了回来。我将这些肉和熟食整理打包，一部分送给亲朋好友，一部分留着自己吃。至于饺子之类的，直接冻在外面，慢慢煮着吃。而那些退了猪肉的人，欢欢喜喜拿着钱，跟着刘婶去了王麻子肉铺。可刚走到肉铺门口，就有一股子怪味飘来，大家都不自觉地捂住了口鼻。刘婶急忙打圆场：“镇上这下水道不好，老有股怪味儿。”众人这才稍微平复了些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顾客，王麻子激动地呛了水，咳嗽了好几声。大家快进来，随便挑。头顶的生鲜灯一开，那些猪肉看起来紫红紫红的，根本难以分辨真实颜色。王老板，能把这灯关了吗？根本看不清肉的颜色。可这些灯本就是为了遮住变质肉的颜色，王麻子怎么可能关灯？他嘿嘿笑着。婶儿，您不知道，我这铺子结构不好，照不进阳光，屋里太黑了。王麻子，我看你家有7块钱1斤的猪肉，肉在哪儿呢？我们就是要买便宜肉。刘婶儿，那种肉已经不多了，您看看这些，全是今天现杀的猪肉。大家凑近看了看，王麻子说的这些猪肉，肥瘦相间的地方少，一大半都是肥肉。你这肉多少钱1斤？今儿都29了，大家伙儿也都不容易，我可以给大家便宜点，1斤17块钱，我也少赚点。什么？你家猪肉不是便宜吗？怎么这么贵？大家别激动，我家这猪肉可是经过质检的正宗家养土猪，今年肉价高，这已经很便宜了。王麻子翻开猪肉，让大家看猪皮上的质检标，可那标其实1年前就淘汰了，这些肉也已经存放1年多了。别人新鲜黑土猪才卖15块1斤，你这普通土猪还要17块钱啊！李婶儿，您别开玩笑了，黑土猪怎么可能15块钱1斤？我这儿也有黑土猪，50块1斤，您看看，黑土猪比普通猪肉质好太多，吃起来也更香，这能比吗？说着就拿出刀准备割黑土猪肉，李婶吓得连连制止。大家在王麻子肉铺看来看去，最便宜的就是17块钱1斤的普通猪肉。见众人只挑拣不买，王麻子有些不悦。大家伙要买肉，我欢迎，但是如果不买，还请出去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刘婶，现在怎么办？是啊，刘婶，7月家的肉都退回去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总不能过年没肉吧？我们现在就去找契约，把退回去的肉再买回来。这次就按他说了，15块1斤，我们大家退一步，先把年过了，年后再跟他说理去。这不是折腾人吗？就是，刘婶你也不打听清楚再喊我们来，大家也别怪刘婶了，猪肉涨涨降降很正常。这不是正好没有7块钱1斤的猪肉了吗？今天这事儿怪也怪7月，他要是不赚那差价，我们能退货吗？众人没办法，只能跟着刘婶离开王麻子肉铺，再次来到我家。彼时我正在院子里挂彩纸和小灯笼，而这群人再也没有了当初来讨伐我的气势。7月，挂灯笼呢？这是。刘婶儿，您咋来了呀？7月，我们刚刚想过了，大家都是街坊邻居。猪肉就差几块钱，我们还是买你家的猪肉。况且大家把那么多切碎的猪肉还给你，你也不好再卖，是不是？刘婶儿，太可惜了，那些肉一收回来，我就送给亲戚朋友了。7月，这才半天时间，你怎么就都送人了？是啊，这可怎么办？7月啊，你家养猪场里不是还有很多猪吗？李婶儿，
我家过年卖给乡亲的猪是定好数的，现在过年猪全杀完了，没有猪肉卖给大家了。刘婶儿，要不是你喊大家说能一起讨回差价，大家伙也不会把肉退了。就是挺好的猪肉，你非要带着大家退掉。齐越，养猪场里的猪为什么不能杀？难道和你卖给我们的猪肉不一样吗？我看你就是卖给大家伙不好的猪肉，供给那些厂子的才是真的黑土猪吧？肯定是这样，不然养猪场的猪肉为什么不能杀？你先放开我！可刘婶依旧死死抓住我的手腕，我趁机抓住刘婶一根中指，狠狠掰了下去。想放开可以，给我道歉。齐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甩开刘婶的手，整理好自己的衣服。刘婶抽回手就破口大骂，真是反了天了，卖给乡亲们劣质猪肉赚黑心钱，良心都被狗吃了。可她低估了我的嗓门，我直接吼回去：刘婶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泼我脏水？我每次杀猪不是当着乡亲的面杀的吗？大家伙眼又不瞎，看不到吗？人群又开始躁动，有人嘀嘀咕咕：是啊是啊，刘婶，做人要凭良心。我看着刘婶继续说：你哪次生病不是我半夜开车送你去医院的？医药费都是我帮你出的，这么多年了，我齐家最对得起的人就是你，现在你却凭着王麻子肉铺的虚假招牌来我家闹，还鼓动大家一起闹事，你的良心呢？被你那两个不孝子吃了吗？刘婶最讨厌别人说她家儿子是不孝子，她向来重男轻女，对儿子宝贝得很，天天在外人面前夸儿子，可她的两个儿子除了向她要钱，平时根本不联系她。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刘婶无力反驳，气得青筋暴起，只能干瞪眼死死盯着我，那眼神恨不得把我千刀万剐。大家想买肉就去找刘婶吧，刘婶有能耐带大家买到便宜的好肉，7块钱一斤呢，比我家便宜多了。天也快黑了，大家都先回去吧。乡亲们被我厉声赶出院门，骂骂咧咧的声音渐渐淹没在冬日的寒风里。院门口的青石板上还留着他们踩来的泥渍，混着霜雪冻的发硬，像极了他们此刻凉薄又执拗的心。我站在台阶上，指尖攥得发白，指甲嵌进掌心，那点疼意才堪堪压下心底翻涌的失望和委屈。我转身回屋，翻出手机里孙厂长的号码，指尖悬在拨号键上顿了许久。往年这个时候，我总想着把猪养得再壮些，肉质再好些，年后给孙厂长送过去，能卖个更好的价钱，也能给乡亲们多留些过年肉。可如今看着空荡荡的院子，想着那些平日里笑着喊我院儿，转头就因一句无稽之谈围堵我的乡亲，我只觉得累，只想快点清掉猪场里的一切，离这个地方远些。电话拨出去，2声就被接起，孙厂长爽朗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：齐越啊，这年跟底下的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你那批黑土猪不是说要养到开春吗？我还等着开春收你家的好肉呢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声音里的沙哑，尽量让语气显得平稳。孙厂长，实在对不住，临时便挂了。我猪场里还有300头黑土猪，想全卖给您，您看今天能不能派车来拉走？今天出了点事，闹得心里不安生，夜长梦多，不如早点清了省心。孙厂长愣了一下，大抵是听出了我语气里的不对劲，也没多追问，爽利应下。行，齐越你开口，我这边肯定安排，我这就调车队，再让财务把账备好，还是按之前说好的49块一斤，车到过磅，钱当场转你，估摸着2个小时，车队就能到你村口，麻烦您了，孙厂长。到了谢挂了电话，我走到猪场，看着栏里的黑土猪，一个个膘肥体壮，黑黝黝的皮毛油光水滑，平日里见了我，总爱凑到围栏边哼哼叫，蹭我的手。可今天许是感受到了院子里的低气压，他们都蔫蔫地窝在角落里，垂着脑袋。我蹲在围栏边，摸了摸一头最壮的猪的耳朵，这头猪还是我去年亲手抱回来的崽，如今长这么大，心里竟有些舍不得。可转念一想，留着这些猪只会再和乡亲们扯上纠葛，倒不如断得干净。2个小时后，孙厂长的车队如约而至，3辆大卡车停在村口。当最后一头猪被装上卡车，猪场里瞬间空了，只剩下散落的稻草，空荡荡的食槽，往日里的热闹荡然无存。忙完这一切，已是夜里10点多，母亲早已做好了晚饭，简单的几道菜，一家人吃的沉默，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响，在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晰。回到房间，我躺在床上，毫无睡意，脑子里一遍遍回放着白天的画面。刘婶撸着胳膊哭诉自己赚钱不易，李婶在一旁煽风点火，乡亲们满脸冷漠地喊着要退差价，那些话像针一样，一下下扎在心上。天刚蒙蒙亮，院子外就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，尖锐又凄厉，划破了清晨的宁静。我穿好衣服，慢悠悠地走出屋门，就看到刘婶坐在猪场的食槽边，怀里抱着10几只死鸡，那些鸡浑身僵硬，鸡冠发紫，翅膀耷拉着，显然是中毒而亡。她一边拍着大腿哭嚎，一边扯着嗓子咒骂，声音大的半个村子都能听见。齐越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心怎么这么黑啊？竟然毒害我家的鸡，10几只鸡啊！我养了大半年，本想过年杀了顿肉的，你倒好，因为昨天的事怀恨在心，竟对我家的鸡下死手。大家伙都来看看啊！齐越这个黑心肝的，毒杀我家的鸡，快来给我评评理啊！他的哭喊声像长了翅膀，很快就引来了不少乡亲，围在猪场门口指指点点。有人面露同情，劝着刘婶别太伤心；有人窃窃私语，眼神里满是怀疑。李婶直接帮着腔，这齐越也太过分了，不就是闹了点矛盾吗？怎么能下毒呢？刘婶养这些鸡不容易，警察来了一定要让他赔钱。我站在台阶上，看着刘婶那副撒泼打滚的样子，脸上没有丝毫波澜，也没有多余的辩解，
只是掏出手机拨通了110。电话里我简单说明了情况：警察同志，我是齐家村的齐月，我家猪场的食槽边死了10几只鸡，有人说是我下的毒，现在围了不少人，麻烦你们过来调查一下。挂了电话，刘婶见我不仅不辩解，还直接报了警，哭得更卖力了，拍着胸口喊冤：警察同志快来啊，我被人欺负惨了。这齐月就是记恨我昨天带着乡亲们找他要说法，半夜偷偷给我家的鸡下药，他的心比锅底还黑。不到半个小时，2个警察走下车，一脸严肃地询问情况。刘婶立刻扑上去，拉着警察的胳膊，添油加醋的哭诉，把自己说成了受天大委屈的受害者，而我则成了心胸狭隘、心狠手辣的恶人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抹着眼泪，那演技倒像是真的受了多大的委屈。警察安抚了刘婶几句，转头看向我：这位同志，他说的情况是真的吗？是不是真的？查一查就知道了。我淡淡开口：警察同志，我想回去取个东西，能证明事情的真相。警察点了点头，跟着我进了屋。我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猪场的监控硬盘，递到他们手里。我家猪场周围装了360度无死角监控，昨晚的事监控里都拍得一清二楚。随后我跟着2位警察上了警车，一起去了镇上的派出所。派出所的办公室里，警察把硬盘插进电脑，监控画面缓缓播放出来。画面里夜里11点03分，刘婶端着红色的塑料桶，鬼鬼祟祟地出现在猪场门口，左右张望了近10分钟，确定没人后，才走到食槽边，将桶里的液体全部倒了进去，随后又匆匆把桶藏在旁边的柴垛后，溜出了猪场。画面清晰地拍下了他的脸，还有他投毒的全过程，无可辩驳。警察看完监控，脸色沉了下来，立刻开车把我送回了家。此时院门口还围满了乡亲，刘婶还在哭天抢地，见警察送我回来，还以为警察把我怎么样了，立刻迎上去：警察同志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他干的？快把他抓起来，让他赔我鸡！警察拨开刘婶的手，声音严肃地宣布：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猪食槽里的农药是你自己倒的，这些鸡也是因为吃了槽里的东西才中毒身亡的，和齐月同志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开监控视频，直接发到了村里的微信群里。视频不长，只有短短几分钟，却把刘婶投毒的全过程拍得明明白白。微信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围在院门口的乡亲们也纷纷拿出手机看视频。看完后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刘婶，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指责。李婶也默默低下了头，不敢再出声，生怕引火烧身。刘婶看着大家的眼神，又看了看我手机里的视频，脸色瞬间煞白，嘴唇哆嗦着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可她依旧不死心，双腿一弯就要往地上跪，一边跪一边喊：我给你们跪下了，你们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鸡死在齐月的猪槽旁边，他就得赔钱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的鸡是在他家门口死的，他脱不了干系。他的身子刚弯下去，就被警察紧紧拽住了。警察皱着眉呵斥：你别胡闹了，事情的真相已经很清楚了，这事儿和齐月同志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是再在这里撒泼闹事，齐月同志可以告你寻衅滋事，到时候你不仅要赔礼道歉，还要承担法律责任。警察说完，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询问。我笑着走到刘婶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她，眼神里没有丝毫温度。刘婶，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？你自己比谁都清楚。你哪里是想让我赔你的鸡，你是想给我家的猪下药吧？可你千算万算也算不到，我昨天已经把猪场里的300头猪全卖给肉场了，猪场里早就1头猪都没有了。你这叫什么？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最后害死了自己的鸡，纯属自作自受。我念在邻里一场，你要是现在停止胡闹，乖乖回家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要是你还想继续闹，那我们就法庭上见。刘婶被我说中了心思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被警察训了一顿，又被乡亲们指指点点，她再也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，悻悻地甩开警察的手，抱起地上的10几只死鸡，灰溜溜地回了家。走的时候，她还不忘狠狠地瞪我一眼，那眼神里的怨毒，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。可我只觉得她这副样子可笑又可悲。刘婶走后，乡亲们也觉得没趣，三三两两的散了。只是走之前，有人看我的眼神里带着愧疚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开口说一句道歉的话。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心里只剩漠然。人心就是这样，趋利避害，见风使舵，错了也不肯低头。这样的乡亲不值得我真心相待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村里传来一阵喧闹声，我站在院门口一看，只见乡亲们全都聚在了刘婶家门口，使劲敲着他家的大铁门，喊着刘婶的名字，声音里满是愤怒和焦急。年30了，他们退了我的猪肉，跟着刘婶去王麻子肉铺，却没买到合适的肉，现在连过年的猪肉都没有，只能来找刘婶讨公道。刘婶，你出来，都是你说王麻子家的肉便宜，让我们退了齐月家的肉，现在我们连猪肉都买不到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就是啊，年30了，家里连一点肉都没有，怎么过年？你快出来，带我们去买肉。刘婶躲在家里，死活不肯开门。他家的大铁门被敲得咚咚响，那声音和远处传来的零星炮声交织在一起，难分彼此，听着格外讽刺。听着外面的炮声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今儿已经是年30了。往年的年30，院子里总是热热闹闹的，父亲贴春联，母亲包饺子，我在一旁打下手，猪场里的猪哼哼叫，满院子都是年的味道。可今年却格外安静，只有我和父母3个人，还有空荡荡的猪场。父亲从屋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春联和福字，红底金字，格外鲜艳。他冲我招了招手，月儿，过来，跟我一起贴春联去。不管怎么样，年还是要过的。我点了点头，走过去接过父亲手里的胶带和剪刀。父亲搬来梯子，靠在门框上，我扶着梯子，他站在上面，一点点把春联贴正。他的动作很慢，比往年慢了许多，手指抚过春联上的字，眼神却飘向远处的村子。那眼神里有不舍，有回忆，有留恋，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失望。他在这个村子生活了一辈子，守着这片土地，守着邻里情分。可如今，这份情分
却被撕得粉碎。我扶着梯子，看着父亲的背影，鼻子一酸，轻声问：“爸，这次猪都卖了，你能同1年后和我一起去城里了吗？”父亲的动作顿了顿，沉默了几秒，缓缓点了点头，喉咙里挤出一个好字，声音沙哑。他抬手擦了擦眼角，又继续贴春联。可我能看到他的肩膀微微颤抖着。我知道父亲这辈子都守着这个村子，他一直不同意去城里，一是觉得养猪能回报乡亲，让大家伙过年能吃点好肉，二是舍不得这里的一草一木，舍不得那些他以为的乡里乡亲。可经过这么一轮闹剧，他心里的那点念想怕是也被磨没了，这里也没那么值得留恋了。贴完春联，又挂了红灯笼，放了一挂鞭炮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驱散了些许冬日的寒意，也驱散了些许心底的阴霾。院子里红彤彤的一片，总算有了点年的味道。而另一边，刘婶终究还是躲不过去，被乡亲们堵在了家门口，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大家又去了镇上的王麻子肉铺。只是这一次，王麻子更是坐地起价，平日里16块1斤的普通猪肉涨到了18块5，还全是肥多瘦少的边角料，甚至带着不少淋巴结。乡亲们看着那些猪肉，满脸不情愿。可年30了，别处的肉铺早就关了门，只能捏着鼻子买了。可刚走出肉铺，就有人发现肉的颜色不对，用手一捏，还黏糊糊的。这才知道自己买的竟是存放了许久的不新鲜猪肉。他们折回去找王麻子理论，却被王麻子拿着宰肉刀对了回来。王麻子的蛮横是镇上出了名的，乡亲们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，抱着一堆劣质猪肉，悻悻地回了村。没过多久，李婶就拎着一袋瓜子和几块糖来了我家，脸上堆着刻意的笑，进门就拉着我的手，唠唠叨叨地说着家常，绕了半天才绕到猪肉上。齐月啊，你看这年30的，家里没点好肉，总觉得少点啥。你家猪场里肯定还有猪吧？你再杀几头，卖给我们，多少钱1斤都行，我们绝不嫌贵。他的话说得格外讨好。可我看着他的脸，就想起他昨天在院子里煽风点火的样子，想起父亲当初帮他家盖房，请了好几个兄弟帮忙，还欠下不少人情，可他却转头就忘恩负义。我抽回手，淡淡开口，语气里没有丝毫温度：“李婶，你别想了，要是以前10斤20斤我送给你都行，可现在你跟着刘婶这样一闹，我心都寒了。我不敢卖给您啊，怕再卖出仇来，再被人堵着门要差价，我可受不起。”李婶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嘴里还想说些什么，可看着我冰冷的眼神，终究是没说出口。他恼羞成怒，一把拎起桌上的瓜子和糖，狠狠摔在手里，黑着脸转身就走，连门都没关，那股子气急败坏溢于言表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，有些情分断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晚上8点，年夜饭做好了，我和父母围坐在餐桌旁，桌上摆着满满一桌子菜，炖得软烂的黑土猪肉，鲜美的鸡汤，金黄的炸鱼，还有一盘盘热腾腾的黑土猪肉饺子。饺子的馅是母亲亲手调的，鲜香味美。窗外的炮声此起彼伏，电视里放着春晚，欢声笑语不断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温馨又幸福，没有了外面的是非纷扰，只有一家人的平平安安，这才是过年该有的样子。吃着饺子，看着春晚，想着明年一家人能一直在一起，不用再分隔两地，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，不用再受这样的委屈，我心里就满是欢喜。父亲喝了一口酒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还是一家人在一起好。”母亲点了点头，给我夹了一个饺子，吃吧，月儿。以后我们再也不回这村子了。晚饭后没多久，街上突然传来一阵叫嚷声，打破了夜晚的宁静。父亲起身去门外打听了一圈，回来告诉我是刘婶吃完饭后肚子疼，上吐下泻，最后直接晕了过去。他家的2个儿子想找人帮忙把他送医院，可村里的人都因为白天的事记恨着他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出面帮忙。我听了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，只是淡淡对父亲说：“这一次别管了，他儿子在家呢，该尽孝的是他的儿子，不是我们。这么多年，他生病都是我半夜开车送他去医院，医药费都是我垫的。可他呢，转头就带着人来闹我，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帮。”父亲愣了一下，看了看我，又想了想白天的事，最后点了点头，坐回沙发上，和我们一起继续看春晚，嗑瓜子。窗外的炮声依旧，电视里的笑声依旧，我们的家温暖又安稳，和外面的鸡飞狗跳像是2个世界。大年初一，刘婶家的大门紧闭，听说她在医院待了1晚上都没回来。村里的乡亲们聚在一起，议论纷纷，都传言刘婶是食物中毒了，怕是吃了王麻子肉铺的坏肉。没人同情她，只有人暗暗嘀咕，说她是自作自受。春节过完初8，年的味道渐渐淡了，我在家收拾东西，准备过2天就和爸妈一起回城里。村里的小广场上，依旧有乡亲们聚在一起唠嗑。有人看到我，远远的招呼我过去，我想着反正也没什么事，便把之前用退回来的黑土猪肉做的咸猪肉干装了一袋，去了小广场。咸猪肉干经过腌制、晾晒、烘烤，味道格外香。我把猪肉干放在石桌上，乡亲们纷纷拿起尝了尝，一个个赞不绝口，脸上露出后悔的神色。齐月家的猪肉干也太好吃了，这肉质紧致又有嚼劲，一点都不柴，香得很，可不是吗？这才是地道的黑土猪，比王麻子家的那些烂肉强100倍。当初我们真是糊涂，怎么就听了刘婶的话，去退了齐月家的肉呢？说着说着，大家又开始大倒苦水，纷纷抱怨起了王麻子肉铺的猪肉。在王麻子肉铺买的猪肉，别提多难吃了，太腥了，肉上还全是淋巴，吃着都恶心。我家孩子吃了一口就吐了，我也是吃了那肉之后，肚子总疼，拉了好几天肚子，真是遭罪。都怪刘婶，好好的非得撺掇大家伙去闹事，不然我们怎么会吃这么大的亏？大家七嘴八舌的抱怨着，指责着刘婶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她身上。就在这时，刘婶也慢慢走到了小广场。她刚从医院回来，脸色依旧苍白，
眼窝深陷，还留下了食物中毒的后遗症，眼睛变成了斜视，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歪向一边，看着格外怪异。听说是因为后续的康复费用太贵，他家的2个儿子不肯出钱，直接放弃了治疗。他看到我也在，眼神躲闪了一下，随后又堆着笑走到我面前，赶快递给我一把瓜子和几块糖。齐月，来，快吃点瓜子和糖，新年好。他的脸对着我，眼睛却歪向了旁边的大树，那副样子，说不出的滑稽，也说不出的尴尬。我浅浅笑了一下，接过瓜子，没有说话，只是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听着大家的八卦，心里默然。人群里有人轻声问了一句：“刘婶，你那天食物中毒，怎么你家2个儿子没事啊？你们不是一起吃的饭吗？”这话一出，大家立刻安静下来，纷纷附和：“对啊，对啊，那晚我看你家2个儿子都出来了，看着好好的，一点事都没有，怎么就你一个人中了毒？”村里最八卦的喜凤姐见状，立刻招手示意大家凑近，压低声音，神神秘秘地说：“我听说啊，刘婶疼儿子，自己舍不得吃好的，那天买了王麻子家7块钱1斤的那块发臭的肉，自己吃了，给他那2个宝贝儿子吃的是另外买的贵肉。他那2个儿子都那么大了，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他娘，吃着好肉，看着娘肚子疼，连个手都不搭，最后还是邻居喊了救护车。”喜凤姐的话像是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，众人立刻炸开了锅，纷纷议论起来，看向刘婶的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不屑。刘婶站在一旁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又有人说：“你们听说了吗？刘婶昨天去王麻子肉铺闹了，硬是敲诈了王麻子一笔钱，说是医药费。”众人听了更是嗤之以鼻。这年头还有人靠食物中毒敲诈钱的，也只有刘婶能做得出来。下午，刘婶就开始挨家挨户的通知街坊邻居去她家吃饭，说是自己大病初愈，要宴请大家，沾沾喜气。明眼人都知道，她这是想趁机捞点红包，把花出去的住院费赚回来。她也来我家请我了，依旧是那副歪着眼睛的样子，对着我说话，眼睛却看着院外的电线杆。我不想去他家吃饭，也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，便赶快拿出200块钱的红包递给他，推脱说：“刘婶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今天还有事，就不去了。这红包你拿着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刘婶一拿到红包，立刻喜笑颜开，连斜视的眼睛都像是亮了几分，根本不在意我去不去吃饭，接过红包就塞进口袋里，乐呵呵地说：“齐月，你既然有事，就先忙你的事，红包我就收下了，谢谢你啊。”说完转身就走，连一句客气的话都没有，那副贪财的样子，看得人心里作呕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第2天，大家伙刚在刘婶家吃完饭，就全都上吐下泻。村里去吃饭的人，无一例外，全都食物中毒了，被紧急送到了镇上的医院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刘婶为了省钱，也为了不浪费，把那天被自己毒死的10几只鸡偷偷处理了一下，拔了毛，洗了洗，做成了手撕鸡，端上了餐桌。那些鸡本就是农药中毒而亡，肉里还残留着农药成分，吃了自然会中毒。还好因为刘婶小气，怕大家吃多了，每个盘子里只放了一点点鸡肉，大家吃的都不多，所以中毒的症状都不算太重，轻的在医院住了3天就好了，重的也只住了1周。经此一事，大家才突然怀疑刘婶当初中毒真的是因为王麻子肉铺的猪肉吗？会不会是她早就吃了自己毒死的鸡，才食物中毒的？只是碍于邻里情面，没人敢当着刘婶的面说这些话，却早已在私底下悄悄传言，说刘婶根本就是故意食物中毒，去诈骗王麻子肉铺的钱。出院后，乡亲们又一起跑去刘婶家，要求她赔偿医药费。可刘婶死活不承认是自家的鸡导致大家中毒，一口咬定是大家自己吃坏了东西。更何况那些鸡肉都被大家吃干净了，鸡的骨架子也被她当成柴火烧了，连一点证据都没有，大家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。从那以后，乡亲们对刘婶敬而远之，再也没人愿意和她来往，就连平日里和她走得近的几个妇人也都躲着她。刘婶一家子的名声在村里彻底臭了，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。而我走在街上，路过的乡亲都会主动和我打招呼，脸上堆着讨好的笑容，还会时不时地问一句：“齐月，明年什么时候卖过年猪啊？我们还等着买你家的黑土猪肉呢。齐月，下次回来一定给我们留点肉，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。”我总是笑着回一句：“看情况吧。”他们不知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在这里卖黑土猪给乡亲们了。人心凉了，就再也捂不热了。我付出的真心被他们踩在脚下，摔得粉碎，再也拼不回来了。出发回城的那天，天朗气清，阳光正好，我和爸妈收拾好东西，装满了一车，家里还有很多黑土猪肉带不走，都是当初留着自己吃的。我便挨家挨户把猪肉分给了当初没有跟着刘婶闹事的乡亲们。这些乡亲心里明事理，知道我是真心为大家好，当初也想站出来帮我说话，只是碍于情面不敢而已。大家伙接过猪肉，都十分感谢我，拉着我的手不停道谢：“齐月，谢谢你啊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这黑土猪肉太香了。”亲戚朋友吃了都赞不绝口，还说这么好吃的黑土猪肉在城里要50多1斤才能买到呢。齐月，委屈你了，村里这些人太糊涂了。我把手里的最后一块猪肉递给张婶，和她寒暄了几句，便转身离开了，没有回头，也没有留恋，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已经不值得了。车子开出村子的那一刻，我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村庄，心里释然了。曾经我想着自己有钱了就回来养点猪，既能增加几个工作岗位，让村里的人有活干，过年还能让大家伙吃点好肉，也算是为建设家乡出一份力。可我没想到，这些人因为别人的一句挑唆，就跟着来我家闹事，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我。我每天想的是怎么帮乡亲们，让他们过得好一点，而他们想的却是怎么多占一点我家的便宜，还觉得凭什么你那么富还要赚我们的钱。他们明知道黑土猪哪怕最便宜的成本价都要31块1斤，我每次都是亏本卖给他们，可竟还有那么多人不知足，
那么多人忘恩负义。不过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。带爸妈进城后，我在城郊买了一套带大后院的别墅，院子很大，爸妈在后院种了很多蔬菜和花草，绿油油的青菜，红彤彤的番茄，娇艳的月季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风景，看着格外舒心。虽然这里没有乡下的乡亲多，但小区里的邻里关系十分融洽，还有很多老年活动中心。父亲每天都会去学太极，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大爷，经常和他们一起下象棋、喝茶、聊家常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。母亲也加入了小区的广场舞小队，每天晚上和阿姨们一起跳跳广场舞，还认识了很多好朋友，平日里互相串门，分享美食和养花的心得。母亲常把自己在后院种的新鲜蔬菜送给邻居，邻居也会把自己包的饺子、做好的糕点、熬的粥分给母亲，一来二去，关系越来越近。看着爸妈每天乐呵呵的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，眼角的皱纹都舒展了不少，身体也越来越硬朗。我真后悔没有早点坚持把他们接来城里，没有了邻里间的勾心斗角，没有了那些是非纷扰，还能天天锻炼身体，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聊天玩耍。爸妈看起来都年轻了好几岁，而我也不用每周驱车几百公里回乡下看他们了，不用再为了猪场的事操心，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，没有了黑土猪场分散我的精力，我把更多的心思投入到了自己的公司中。我每天认真工作，和团队一起制定计划，拓展业务，优化产品，公司的发展也越来越好，业绩一路飙升。又是年关将近，公司的营业额相比去年增长了50%，我心里十分高兴，给每一位员工都发了双倍的奖金，还准备了丰厚的年货，米面油、水果、坚果，还有我特意让人做的黑土猪肉干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工作的积极性也更高了。工作结束后，我带着爸妈去商场买了很多年货，城里的商场琳琅满目，什么都有，糖果、点心、春联、灯笼，不用像在乡下那样要跑好几个集市才能买齐，准备年货也方便了很多。和以前一样，父亲最在意的还是春联，他在商场里挑了很久，选了一副大红的春联，上面写着家和万事兴，人顺百业旺，还有几个烫金的福字和大红灯笼，嘴里念叨着贴春联能辟邪除灾，迎祥纳福，这才是过年的味道。我笑着陪他挑，看着他开心的样子，心里满是温暖。原来真正的年味不是热闹的人群，不是繁多的礼品，而是一家人在一起，平平安安，和和美美，远离是非，满心欢喜。这几天我的手机响个不停，接到了很多电话，都是村里的乡亲打来的，一个个语气讨好，带着小心翼翼的期盼，都是来问过年猪的事。齐月，今年还回村里卖黑土猪吗？我们都等着买你家的肉呢。齐月，你看能不能回来一趟，给我们留点黑土猪肉，孩子就想吃你家的猪肉，别的肉都不爱吃。我只是淡淡回应，说自己工作忙，没时间回去，便挂了电话。在一个个买猪肉的电话中，插进来一个陌生的电话，对方的声音带着几分谄媚。齐月你好，我是刘家村的刘有德，想跟你商量点事，我想买你家的养猪场，你看多少钱合适？我诚心买，价格好商量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我知道刘有德是刘婶的表外甥，他买养猪场，他是也想靠着卖猪肉赚点钱，只是他不知道做买卖靠的不是耍小聪明，不是短斤缺两，而是诚信，而这一点他们家的人永远都不懂。和爸妈商量过后，我便把养猪场按市场价卖给了他，断了和那个村子最后的一点联系。不久后，我从村里的一个亲戚那里听到了传言，刘有德在村里养起了猪，而刘婶则天天挨家挨户的上门给乡亲们推销猪肉，还硬拉着大家伙去刘有德家买过年猪肉。几次下来，大家都被他馋烦了，只能象征性的去刘有德家买点肉，可回去一称，每块肉都少了几斤，短斤缺两的情况十分严重。乡亲们去找刘有德理论，可他却死不承认，还倒打一耙，说是大家回去后偷偷切到了一块肉，故意来他这里闹事。刘有德和刘婶一样，都是蛮横不讲理的人，面对这样的人，乡亲们毫无办法，最后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。随着刘有德的名声在村里越来越臭，我的名声反倒越来越好，大家开始越来越怀念我卖过年猪的时候，我卖的猪肉紧致鲜嫩，口感极好，而且每次称重都会给乡亲们多切2-3斤，从来不会短斤缺两，还会把肥臊均匀的肉留给老人和孩子。只是那些日子已经彻底结束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15块钱一斤的黑土猪了，再也不会有那个掏心掏肺对待乡亲的齐月了。而我和爸妈正坐在暖暖和和的家里，吃着丰盛的年夜饭，看着春晚，窗外的炮声阵阵，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，屋里的笑声不断。父亲喝着酒，和我聊着公司的事，母亲给我们夹着菜，说着小区里的趣事，远离了那些泼皮无赖，远离了那些是非纷扰，我的年过得舒心又惬意。